1908年深秋，北京紫禁城里突然传来了震惊世界的噩耗：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不到24小时之内先后驾崩。光绪皇帝才38岁，只是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没其他病，他怎么就突然死了？他真的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吗？那慈禧为什么要在临终前毒杀光绪？末代皇帝为什么必须是溥仪？作为满清最大一桩疑案，历来众说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本影片将依据史实分析，结论由您自行判断。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薇娜，欢迎您做客 X 频道，一个客观还原历史真相的频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不到24小时之内相继离世，内忧外患的清王朝面临着史上最大的危机和动荡。几天后，在法国小日报上刊登出一幅插画，描画的是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先后驾崩的新闻。在揭开清末这桩最大疑案的真相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世前的48小时，清廷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慈禧太后名叶赫那拉，姓甄，咸丰皇帝的妃子，同治皇帝的生母。自1861年至1908年间，以慈禧皇太后的权位，或垂帘听政，或临朝训政，成为晚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她控制皇权长达48年，统治时间跨度在整个清朝仅次于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人称无冕女皇。光绪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湉，咸丰皇帝的侄子，慈禧同胞妹妹的亲生子，被慈禧皇太后选立为咸丰的4皇帝及皇位继承人。他4岁登基，年号光绪，因其年幼，国家大政由慈禧、慈安皇太后两宫垂帘听政。光绪皇帝作为慈禧的侄子兼外甥，从小被慈禧操控，他本可以在14岁亲政，但被贪权的慈禧借故拖延归政，而后又做了3年的傀儡皇帝。终于等到他17岁成年，在清贵朝臣的奏议下，慈禧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时，他才得以正式亲政。光绪皇帝在慈禧的权力阴影笼罩下，亲政共10年。1898年6月，光绪皇帝决议学西法，变法图强，颁布命定国誓诏，宣布了清政府变法维新的决心。然而仅仅过了100日，因袁世凯背叛告密，慈禧在顽固派俗称后党掌握兵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和庆亲王奕匡支持下，发动戊戌政变，驱逐了维新派俗称帝党，迫使光绪皇帝叫停维新运动。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再次将光绪架空，并直接坐到了光绪皇帝身边，接见朝臣处理政事。光绪作为形式上的傀儡皇帝，自此幽居瀛台。到1908年秋，74岁的老佛爷慈禧病重，为了安排好身后朝廷的大事，慈禧强忍着身体的病痛，拿出了一贯雷厉风行的手段，并提前采取了3个措施。第一，帝党现称为保皇党首脑肃亲王善祺的消防队，一样按新军编练，有枪有炮，与民间康有为、梁启超的郑文社勾结而蠢蠢欲动。慈禧断然下旨解散郑文社，捉拿康有为、梁启超，给保皇党以严厉警告。第二，将大权在握的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匡支出北京，派他前往河北遵化，查看自己的陵寝。第三，将驻防南苑的段祺瑞所辖的北洋新军第6镇调离京城，同时把亲信铁良统辖的北洋第1镇调回京城接防，用来防备袁世凯。从这3件事可以看出，在慈禧和光绪病重的关键时期，慈禧既怕保皇党肃亲王善祺会裹挟光绪卷土重来，也害怕奕匡与袁世凯会拥立奕匡之子载振继位，而联手发动政变。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走完了短暂、郁闷而暗淡的一生。与先皇同治一样，光绪没有子嗣。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慈禧于光绪死前1天，即11月13日，秘密召见了亲信军机大臣张之洞和世序，征询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张之洞与世序奏议立光绪的同胞弟弟，
也是慈禧亲侄儿子的醇亲王载沣为皇帝，但慈禧却看中了醇亲王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老佛爷慈禧提出要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立嗣，张之洞无奈附和。于是慈禧就将溥仪立为同治和光绪共同的4皇帝，同时定年号为宣统。慈禧把溥仪列为皇位继承人的同时，还特意任命载沣为摄政王。但他似乎既不放心又不甘心，还要求载沣处理所有军国政事都要接受慈禧的讯问，必须完全按照他的意志办事。天命难违，就在一切都似乎安排妥当之后，慈禧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临死之际，慈禧念念不忘的主要是如何给自己当时的垂帘听政和训政一个给臣民交代的合理合法的借口。当军机大臣张之洞呈上草拟的遗诏时，慈禧还特意加上了不得不在行训政等字句，并特别说明于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形势，不得不然也。意思就是说，我虽然3次垂帘听政，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贪权，但我实在是迫于形势所逼，不得不这么做。更耐人寻味的是，慈禧临终时留下遗言，以后妇人勿再欲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阴间。意思就是说，以后大清朝女人不得干政，太监不得擅权。这不知是在自责，还是在警示后人，实在不得而知。自己如此，却不许别人如此。慈禧的强权逻辑至死不变。1909年3月12日，一支盛大的出殡队伍由紫禁城前往清西陵，经过4天人力抬扛，光绪皇帝的棺椁被安置到了清西陵。8个月后，一支更加奢华的出殡队伍走向清东陵，慈禧皇太后的棺椁围绕着流光溢彩的金黄色绸缎帐幔，有几百个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的仆役，用木杠轮翻肩抬体扛，缓缓行进。整个送葬队伍车马林林，绵延10余里长。作为清末最大一桩疑案，不少野史和民间传闻认为光绪是被谋害而死，而且隐约指向与慈禧有关，但因为没有实证和旁证，仅止于传说而已。2008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离世100年后，有权威的科研机构正式发布了有关光绪死因的科研报告。报告宣称，通过科研手段，从墓葬中提取了光绪的头发、遗骸、衣物等样本，反复检验和研究，历时5年，最终得出结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光绪作为仅次于慈禧的清廷统治者，如果不是慈禧最后的政治安排，是不可能有其他政治势力有加害光绪的必要。能给光绪下毒的人，必然是能接近光绪的人。除了宫中太监和宫女，其他人是不可能接近光绪的。当然也不可能是宫中的太医，因为当时医生为光绪看病只开处方，不负责煎药，煎药的是太监宫女，反而是医生屈廷贵和杜中俊。后来军政时，他们头一天去瀛台为光绪请脉，见光绪满床乱滚，大叫着肚子疼得了不得。两人确认光绪当时已中毒，无药可治，并认为毒杀光绪应是大太监崔玉贵所为。而崔玉贵因害死珍妃光绪爱妃，为光绪所痛恨，但却得到了慈禧的宠爱。当时同情光绪的另一个大太监李莲英也认同这个说法。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慈禧为什么在死前还要毒杀光绪？我们认为有2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10年前的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在时任太傅、军机大臣领班翁同龢的推波助澜下，光绪皇帝的变法图强，过于激进，操之过急，从而导致了顽固派后党的反对和重重阻挠，而后党敢于与光绪的帝党维新派对着干，就是得到了隐居于颐和园的慈禧太后的幕后支持。光绪曾密令谭嗣同传旨给袁世凯，要袁世凯诛杀荣禄并夺取军权，而后带领北洋新军进京，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交出权力。因狡猾的袁世凯不看好帝党，
转而向荣禄告密，从而才有慈禧太后闻讯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再次独揽清廷大权的训政。光绪曾酝酿发动政变，对慈禧太后于不利。那慈禧太后在临终前为控制朝局，想杀光绪，也就无可厚非了。第二，百日维新失败后，光绪皇帝基本上被圈禁于瀛台，而维新派后来发展成保皇党，康有为打着光绪皇帝的名义到处敛财，办社团反对慈禧，并联络肃亲王善祺，打算着派兵去瀛台救出光绪，卷土重来。慈禧在临终前政敌环伺的危机时刻，也难怪她会对光绪下此毒手。至于慈禧立溥仪作为皇位继承人，其实在5年前就已经决定了。这里还需介绍另一位晚清重臣荣禄。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出身满清世家，丰神俊逸，最讲究衣着。民间传闻是慈禧太后的莲花六郎。荣禄最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时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戊戌政变和八国联军侵华时，为慈禧立过大功。慈禧为施恩于荣禄，于5年前，也是荣禄去世那年，下懿指命醇亲王载沣娶荣禄的二女儿为福晋，生子就是溥仪，所以溥仪还有一个身份，是荣禄的亲外孙。慈禧临终前，当时在场的张之洞和袁世凯均证实，慈禧提到了因荣禄大功而立溥仪为嗣皇帝的这一理由。慈禧太后在临终前最不放心的就是光绪皇帝复辟和掌控北洋新军的袁世凯政变，她自以为安排好了清王朝的后事，可谓机关算尽。在其死后3年，袁世凯就率北洋军阀，逼迫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享国276年的清朝就此灭亡。朋友们，满清最大一桩疑案，今天就解说到这里。相信您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也欢迎您分享给其他朋友一起讨论。这里是 X 频道晚清民国篇，可免费订阅，每周更新。下期我们继续聊慈禧太后是怎么夺取清廷皇权的。